这是什么？像我的手镯一样，也是100件。秘密。你的秘密太多。我以前听人说过一句话：都有秘密的人，才能彼此相安无事。我本来以为是对的。你现在不这样认为？你没觉得我们认识之后，事变得更多？难道那不是因为我们要做的都是同一件事？你知道吗？我最崇拜的人就是景阳氏叔祖。崇拜他的人很多，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。见过他的人很少。我一直很遗憾，心想如果能够与师叔祖在同一时代一起修行，那该多好。不过现在终于来到他的山峰，感觉就像和他在一起，我很开心。你不是担心他飞升失败，然后死了吗？师叔祖对此事早有准备。既然如此，世间有谁能害得了他？我觉得你想多了。苻思坚一直就在我的身边，那么很明显，我就是师叔祖提前准备的后手。当然还有你。我们不一样。有啥不一样？就是不一样。我有剑镯，你也有。我想来这里，你也想。而且现在，我们就在这里。怎么了？你现在话很多，猴子搬家，话也多。闭嘴！声音小点就行。又怎么了？赤月峰的猴子过来抢地盘，那些家伙个头不大，但数量太多。你要做什么？帮猴子打架。帮猴子打架？这可是我们的猴子。胡言乱语。城建大会结束后，我和景九进了神墨峰，柳10岁被收入天光峰。那个和景九对阵的顾青，因为偷学剑诀，被逐出了2望峰。昨日，他竟来到神墨峰，表示想要跟随景九修行。他不是城建弟子，按律我们不能收留。然而景九却做出了一个让我意外的决定。这座山峰很大，就那些猴子住在这儿，太空了。猴子，赢了没有？当然。从南松亭到洗剑溪，随意破4境，入剑锋云顶、圣古青，直至上得神墨峰，他都始终表现得那么平静，似乎什么都不放在心上。偏偏今日帮猴子打架赢了，他却有些掩饰不住的得意。这究竟是个什么人呢？对了，景阳师叔祖飞升，不会带走神墨峰的传承剑谱，九死剑诀应该还在洞府之中。这几日若是没事，还是找找吧。没有剑谱怎么学剑？我来找。能者多劳。猴子打架都是你来，这种事情你自然要负责。
怎么了？不知为什么，我的心里忽然生出一个石破天惊的想法。但是除了至今文，那个想法不可能有别的办法得到证实。以他的性格，如果我问，他一定会告诉我。可直到最后，我还是没有问，因为我知道，有些事不去追问，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对了，尚德峰在查左一的死因，他们现在查到柳10岁。听说那天夜里，他离开了自己的洞府，却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那天夜里他去找我了，你不担心？我对他说了，那个人是我杀的。你不担心？白如晶护短，两汪峰更护短，他和你一样是天生盗贼，掌门不会让尚德峰乱来。可尚德峰的目标就是两汪峰，甚至是掌门。就算不能查出什么，能落些颜面也是好的。你对这些事情是真的不感兴趣，还是蜘蛛在窝？我现在更想知道的是，为什么来到神木峰后，你的话越来越多？因为我的心里有太多疑惑。比如，我一直以为你会问我那个问题，但你却始终没有。好吧。你为什么认为景阳真人没有飞升成功？就是这里。那个名部弟子的境界很低微，那时候还留在云栖镇上不走，本就有些奇怪。虽说当时已颁下3000里禁，但孟师问都不问便一剑杀了他，这事儿也有些奇怪。但我当时并没有太在意，提着他的尸体往镇外走。然后，就在师叔祖飞升的那一刻，忽然发生了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我听到了一声叹息。叹息？是的，那声叹息里充满了怅然的意味，似乎对世间有无穷留恋，也可能是遗憾，但是又有一种无比满足的感觉。你确认是听到？那声叹息是直接在我脑海里响起的。当时，我正在看着神墨峰。我有时候在想，那声叹息会不会是师叔祖发出的？最初我根本不敢相信，但现在越来越确定。既然我是师叔祖选定的惩戒弟子，既然他把伏斯剑一直放在我的身边，那么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会不会就像把剑谱留给你一样？我觉得你想多了。我想看看那个名部弟子。为什么没有用剑火烧掉？因为我当时觉得有问题，所以把这具尸体留了下来，还放了些镇魂石进去。只凭一声叹息，不足以让你做这么多。开始时，我也以为是错觉，但事后想来总觉得不对，见心不宁。半年后，我通过卷帘人查了查这名名部弟子，心想如果没有什么事，以后也就不想了。卷帘人是朝天大陆最神秘的情报组织，你要请动他们，一定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吧？结果查出了问题？不是查出了问题，而是没有查到这个人。名部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存在。
他叫什么名字？在酒楼上，他报过自己的名字，叫做殷三。照理说，名不讲究魂火归故里。如果在明书上没有殷三这个名字，这具尸体里只能说明这是个假名字，寄宿过其他人，或者隐藏着更多的秘密。杀他的人是孟师。是的。后来我暗中查孟师，那件事后，他得到了师长赐药，不再负责教导外门弟子，而是回到尚德峰闭关，冲击更高的境界。只凭教导你的功劳，他得到的报酬似乎太多了些。是的，我只能怀疑尚德峰。除了他出身尚德峰，还有别的理由吗？青山九峰都知道，剑律师伯不喜欢景阳师叔祖，两个人的关系一直不好。你已经是神魔峰主了，不必再称他师伯。这不重要。从孟师与殷三的线索，卷帘人查到3000里境前碧湖峰少了2根雷魂木。2根？是的，有镇守在，这2根雷魂木肯定没办法送到9峰之外。那如今在哪里？师傅，我又替你收了徒弟，叫景阳，就惊动了碧湖峰。不过资质太好，你教不了他。以后我来教他。今天我又收了2个弟子，就是那个叫柳慈的小胖子，他呀本来应该是师兄的，结果上山去看风景去了。我知道做内应很危险，可是为了青山宗，你们老了，以后的青山只有尚德峰。景阳师叔，师傅他疯了。人不可能2次踏进同一条河里。让我觉得一定有人利用雷魂木，致使景阳师叔祖再生失败。你要做什么？不要！不要再查这件事情了。雷魂木，小姑娘看来是真生气了，居然让我自己走回去。雷魂木是碧湖峰的至宝，无论是用来修行至上剑道，还是感悟天地之威，都有无上功效。如果修道者能够超越通天境，甚至可以通过雷魂木移魂转魄，等若再多出一次生命。殷三，这个名字不错。还记得很多年前，有个人曾经对我说，修道者追求长生，则更应该了解生命的美好，如此才能获得充分的内在原动力。而吃火锅就是一种方式。当时我不是很明白这句话，就像不明白那句“不能踏进同一条河里”。你们知道吗？世上有这么一种人，他们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喜欢什么，甚至世间最美味的食物、最动情的事，对他们来说都没有任何吸引力。而我就认识这样一个人。那时候，我们经常在一起吃火锅，我吃红汤，他吃白汤，后来更是变成了清水。我实在是不明白，既然不喜欢，又何必装模作样？虽然我现在能明白那个人的意思，但与其吃火锅，我更喜欢看人吃火锅。我喜欢看青菜在白汤里翻腾，喜欢看数双筷子争抢肉片，喜欢看熟识的人围着火锅坐在一起。从前是这样，现在依然是这样。我就不一样，我最喜欢吃火锅，尤其是红汤，有菜有肉，有麻有辣，有滋有味。当然，吃火锅最重要的便是热闹，人自然不能少。我有个想法，这么好吃的东西，当然得让世上所有的人都来吃。你们说，那该多有意思！这世上有人喜欢吃火锅，也有人不喜欢吃。在我看来，其实喜欢也好，不喜欢也好，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喜欢就吃，不喜欢就不吃。如此便能睡得香，做得稳，活得久。
而只要活得久，便能看到更宽阔的天空。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。